臣也。师尊，不要！带着林峰活下去，别回来。我在验尸处前，现在继承交给林峰。今天这就曾为先生徒弟的17遍。我说疯子，你能不能别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你是不是修仙修傻了？这都回来3个月了，你见过这世界有一丝一毫的灵气吗？连条狗都成不了精。希望吧。来了，他们真的来了。不是黑布，是魔气，幽魂魔宗的恶臭味。这帮疯子居然真的追过来了！妈的！那是什么？胆子不小，胆子不小，还真的敢追到我的地盘来。怎么，来都来了，不下来坐坐？还是说你们游魂魔宗的人就只会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放冷箭？小老鼠，终究还是让我找到你。起阵！这是天地法则，不可能！这个世界的法则明明已经枯竭，怎么可能还会有如此强大的自我防护之力？谁告诉你这是这个世界的自我防护之力了？哼，这是我的防护之力。浮游汉术，不自量力罢了。看好了，这一剑会很帅。看好了，这一剑会很帅。不可能，这个世界没有灵气，你怎么会？你猜？小子，你等着，等我再次踏入这个世界，将会让你们万劫不复！算你跑得快。没事吧？没事，我们回去吧。你什么时候布下的这个阵法？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这叫底牌，懂吗？我要是都告诉你了，那还叫底牌吗？都看什么看？上课了，还想不想考大学了？对，上课了。快回教室！今天的早读还没开始呢！快回教室！今天的早读还没开始呢！你真是个变态！谢谢夸奖。走了，回教室。第一节好像是老区面的英语课，迟到了又要被罚抄单词。还上课？陈烨，你脑子没问题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着上课？我们现在应该立刻、马上找个地方躲起来。躲？为什么要躲？为什么？那个鬼手罗刹虽然被打跑了，但他肯定锁定了这个世界的坐标。幽魂魔宗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下次来的可能就是真正的大军。我们第一，世界壁垒没那么好破，我们师尊那种大能燃烧神魂才把我们送回来。
幽魂魔宗想大规模传送，他们付不起那个代价，最多只能偷渡几只小虾米。可是，第二，这里是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苍玄界修仙杀戮拼了命回来，是为了回家，不是为了当丧家之犬。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考大学？怎么，以后灵气复苏，大宗门招人也得看学历的？本科生肯定优先于小学生，这叫知识改变命运。就是他们！对，就是那个叫陈烨的，刚才天上的怪物就是他搞出来的。极其刚猛的气息，还有微弱的能量波动，不是真气，是纯粹靠肉身淬炼出来的力量，有点意思。看来地球也不简单。陈烨林峰是吧？国家异常现象与特殊事务处理总局行动3组组长龙傲天。抱歉，没忍住。龙傲天，这名字霸气。陈烨同学，请你严肃一点。根据目击者指证，你与刚才危害国家安全的超自然异象有直接关系。现在跟我走一趟。你们干什么？配合调查可以，不过不是跟你们走，而是你们跟我走。你什么意思？这里人多眼杂，去那儿清静。组长，这小子太狂了，要不要直接拿下？跟上去！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可以说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刚才天上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国家异常现象总局，听起来挺唬人，专门处理超自然事件的。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人。我普普通通高3学生陈烨，旁边这是我死党林峰。普通学生，普通学生能空手接住天上的怪物，普通学生能让异象退走。你当我是3岁小孩？哦，你说那个，可能是我天赋异禀。少他妈废话！小子，我劝你老实交代，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你最好也对你的小命多一点耐心。你最好也对你的小命多一点耐心。够了！有点本事，肉身成圣的路子。可惜这个世界灵气不足，限制了你的发展，否则你现在的瓶颈早该突破了。你的成就本应不止于此。一个眼神就看穿了我的修炼路数和瓶颈。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普通学生，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场你们无法想象的危机已经降临了。刚才那毁天灭地的异象只是个微不足道的试探，真正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而你们在即将到来的敌人面前，和脚下的蝼蚁没有任何区别。口说无凭，你有什么证据？证据？
天！我之前出任务留下的肺部暗伤全好了，连疤都没了。这到底是什么力量？灵力，一种比你们引以为傲的气血之力高级千百倍的能量。而我，以及即将到来的敌人，都是运用这种能量的修行者。现在，还需要别的证据吗？你们来自哪里？敌人又是谁？一个你们可以称之为修仙界的地方。你们来自哪里？敌人又是谁？一个你们可以称之为修仙界的地方。至于敌人，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疯子，他们的目标是他，以及我们整个世界。我靠！陈爷，你疯了吗？我必须立刻上级汇报。在此之前，我请求你们千万不要离开，我们需要你们的力量。随意，反正这里是我家，我也没打算走。目标确认，2名高3学生，危险等级初步判定为天灾级以上，无法估量。目标确认，2名高3学生，危险等级初步判定为天灾级以上，无法估量。对方自称修仙者，世界面临同级别入侵危机，请求最高指示，启动最高级别保密协议，清空学校，封锁现场，不惜一切代价与目标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陈烨先生，林峰先生，上级已批示，从现在起，总局将全面配合2位，国家会尽一切力量满足您的任何需求。变脸挺快啊，不怕我是来侵略地球的？您刚才遣散学生保护平民，若要侵略，根本不必多此一举。更何况，面对那种级别的敌人，我们别无选择。爽快，那我不客气了。我需要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另外，动用国家力量帮我办4件事。爽快，那我不客气了。我需要一个绝对保密的地方，另外，动用国家力量帮我办4件事。您吩咐。第一，收集所有名山大川古老道观的地理文献。第二，找齐所有材质不明的出土古代器物，我要亲自过目。第三，全球范围的异常能变动和天象，24小时实时向我汇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您说，倾国之地也给您办到。给我和林峰一人弄一张清华或北大的免试保送录取通知书，专业随便，能糊弄我爸妈就行。陈先生，这第4条您是认真的吗？废话，我爸妈就盼着我光宗耀祖呢。我总不能说我不考试了要去拯救世界吧？他们非气疯了不可。陈先生，这第4条您是认真的吗？废话，我爸妈就盼着我光宗耀祖呢。我总不能说我不考试了要去拯救世界吧？他们非气疯了不可。我明白了，前3条立刻调取总部最高级别权限，第4条我去跟部门协调，应该问题不大。办得漂亮，走吧，去你说的秘密基地。鬼手罗那老东西，最后关头肯定留下了空间坐标。如果不找出来抹掉，地球就会变成他们随时空降的后花园。神识，开！找到了，找到了！停车！怎么了，陈先生？是有埋伏吗？在那栋楼的天台上，有一丝极其阴冷的空间波动。你们在这里等着，我上去处理点垃圾。陈先生，太危险了，我们跟您一起。这人呢？这人呢？还想在这儿扎根？想得美！
底是谁抹去了本座的道标？是谁？到底是谁抹去了本座的道标？我操！陈先生，您去哪儿了？搞定了，一个异界定位器而已，已经清理干净了。开车吧。出发！陈爷，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如果不是我，就不会把那些神秘势力引来，就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就不会把那些神秘势力引来，就不会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麻烦，都是我的错。疯子，你给我记住，我们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在我这里没有麻烦这2个字。再说了，你真以为就算没有你，地球就能一直这么安逸和平下去？你什么意思？龙组长，你们总局成立多少年了？总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正式更名为国家异常现象与特殊事件处理总局，是20年前。2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20年前甚至更早，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异常现象了，对吧？2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20年前甚至更早，这个世界上就已经开始出现各种无法用科学解释的异常现象了，对吧？灵气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整个宇宙中，有潮起，自然就有潮落。数十万年前，地球经历了一次灵气潮落，进入了末法时代，修行文明彻底断绝。而现在，新一轮的灵气潮汐已经开始了。就算没有幽魂魔宗，未来几年，地球的灵气也会疯狂复苏。到时候，沉睡的远古遗迹将重现天日，深山野兽会化为大妖，甚至普通人也会基因反刍，觉醒出各种恐怖的异能。幽魂魔宗的到来，只不过是把这个过程提前了，让它变得更加血腥和残酷罢了。听好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一个群魔乱舞、神圣并存的时代，一个真正的大正之世。一个群魔乱舞、神圣并存的时代，一个真正的大正之世。地下300米的等离子脉冲阵列山体内部的重型反导系统，你们对这里还真是下了血本啊！地下300米的等离子脉冲阵列山体内部的重型反导系统，你们对这里还真是下了血本啊！基地最核心的防御部署，他怎么看一眼就全知道了？通过。陈先生、林先生，请进。陈先生，这里是龙渊基地，核心区在地下300米，就算面临1000万吨级的核打击，这里也能安然无恙，物资足以在完全封闭状态下维持10年。这里是龙渊基地，核心区在地下300米。就算面临1000万吨级的核打击，这里也能安然无恙，物资足以在完全封闭状态下维持10年。在真正的修仙者眼里，这堆破铜烂铁跟纸糊的没区别，一个稍微强点的小法术就能让这里从内部彻底瘫痪。龙组长，这2位就是陈烨先生和林峰先生吗？陈先生，这位是李寻欢教授，专门研究超自然物质。李寻欢，
这名字真是……哼，陈先生，冒昧请教，您说的灵力本质是粒子还是波？遵循智能守恒吗？会产生相增吗？李寻欢，这名字真是……哼，陈先生，冒昧请教，您说的灵力本质是粒子还是波？遵循智能守恒吗？会产生相增吗？李教授，你的问题太多了，而且我现在没心情给你上物理课。龙组长，我需要的地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全季度保密级别最高、能量防护最强的 S 级修炼室，您这边请。陈先生，这是我们结合现代科技复刻古代遗迹做出的隔绝符文，能最大限度隔绝能量外弱。您看。陈先生，这是我们结合现代科技复刻古代遗迹做出的隔绝符文，能最大限度隔绝能量外弱。您看。材质太拉胯，普通超高强度合金混了点陨铁而已。至于这些符文，画虎不成反类滚，连一成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行了，聊胜于无吧，你们全出去，没有我的允许，天塌下来也不准打扰。是。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交代，半个字都不能错。这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关键变数。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交代，半个字都不能错。这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关键变数。你问。第一个问题，幽魂魔宗宗主的儿子，那个叫什么赵日天的，你是怎么杀掉他的？那是一个意外。就凭你一个区区金丹期的废物，也敢学人英雄救美？本少主看上的女人，连你们宗主都不敢放个屁！就凭你一个区区金丹期的废物，也敢学人英雄救美？本少主看上的女人，连你们宗主都不敢放个屁！赵日天，你放过他，只要你放他一条生路，我跟你走。现在求饶，晚了。本少主不仅要带走你，还要当着你的面把这小子的神魂一点点抽出来点天灯。这是什么鬼东西？死！等等，你刚才说你体内爆发出了一股连你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力量，瞬间秒杀了10几个元婴修士和一个半步元婴。对，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从那以后，那股力量再也没出现过，我甚至以为是生死关头的幻觉。从那以后，那股力量再也没出现过，我甚至以为是生死关头的幻觉。但赵日天死无全尸是铁打的事实，能瞬间秒杀元婴期，这力量至少是化神期，甚至更高。林峰明明只是个和我一起被卷入苍玄界的普通地球人，他的体内怎么会隐藏着这种怪物？他的身世绝对另有隐情。第二个问题，杀了赵日天之后，你和那个百花谷圣女柳如烟怎么样了？我养好伤后，我们在一起了，那是我在苍玄界最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杀了赵日天之后，你和那个百花谷圣女柳如烟怎么样了？我养好伤后，我们在一起了，那是我在苍玄界最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幽魂魔宗宗主赵无极得知独子死讯，暴怒欲狂，他动用秘宝
搜魂天机镜，锁定了我是凶手。我们逃不掉了吗？风哥，活下去。朱颜，不要！风哥，活下去。朱颜，不要！他引爆了自己的元婴，和追来的几个长老同归于尽了。难怪他回到地球后神经质到了极点。他怕的根本不是追杀，而是怕再次连累身边的人。最后一个问题，幽魂魔宗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追杀你？仅仅是因为你杀了他儿子？不止。赵无极在追杀我的过程中，好几次下令要活戳我，他似乎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有一次交锋，他对我喊了一句话，我至今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说了什么？他说：“你这完美的天煞孤体，真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炉鼎。”他说了什么？他说：“你这完美的天煞孤体，真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炉鼎。”天煞孤体，天煞孤体是什么？陈烨，你发什么神经？怪不得你从小父母双亡，被当成扫把星，怪不得你一去苍玄界就惹上最大的魔头，怪不得你体内封印着那种毁灭天地的力量。陈烨，你到底怎么了？天煞孤体到底是什么鬼东西？疯子，那是在修仙界3万年都难得一见的禁忌体质，生来刻尽六亲，命运坎坷，是行走的天灾。那是在修仙界3万年都难得一见的禁忌体质，生来刻尽六亲，命运坎坷，是行走的天灾。行走的天灾。魔道修士一旦用秘法采补你，就能掠夺本源，修为一日千里。哼，那个赵无极根本不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他分明是看上你这万年不遇的唐僧肉。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颗能让宗门实力暴涨的无价仙丹。原来我不是被诅咒了，我本身就是个诅咒。如烟，是我害死了他。我本身就是个诅咒。如烟，是我害死了他。你干什么？别在这给我自怨自艾！天煞孤体听起来吓人，只要解开封印，掌控那股力量，什么化神反虚，在你面前都是渣渣。解开？怎么解？万一失控毁了地球呢？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因为我受伤害了。如烟的死已经够了。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你真以为我这3个月天天在学校睡觉打游戏？你不是吗？放屁！老子那是在感悟天道，推演未来。地球灵气复苏已是不可逆的大事，就算没有魔宗，也会有别的危机，逃避有个屁用！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害怕，而是变强。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害怕，而是变强，强到足以把所有敢打我们主意的沙子全部踩在脚下。我该怎么做？很简单，从今天起，你林峰就是我昆仑仙宗的开山大弟子，你的任务就是给老子玩命修炼。昆仑仙宗？就我们俩？暂时是，不过很快就会有。陈先生，您要的资料第一批已经送到了，拿进来吧。陈先生，根据您的要求，我们调取了全国所有1级博物馆的馆藏数据，筛选出了572件材质无法解析或具有微弱能量反应的古代器物。这是第一批，一共36件，都是从本市博物馆的库房里紧急调运过来的。您待会儿看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点。哼，国宝，打开。哼，国宝，打开。这个不行，只是普通的青铜，
一堆破铜烂铁。这可是西周的。这个玉勉强有点意思，里面蕴含着一丝微弱的地脉之气，可惜快散光了，废料一个，没用。还有这个，普通野兽的骨头也拿来当宝，连妖兽的边儿都沾不上。陈先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这么多国宝在您眼里就没一件有用的吗？这是什么？哦，那个啊，那是30年前在郊区汉代古墓发现的。我们用尽了所有方法都无法解析它的材质，它不属于地球上任何一种已知金属元素，而且密度极大，硬度超乎想象，连最高功率的激光都切不开一丝痕迹。但因为它实在没什么研究价值，就一直被扔在库房积灰了。拿给我看看。好沉，箱子里这块巴掌大的碎片，重量竟然至少超过了100公斤。那是仙气的气息，那是仙气的气息。虽然已经残破不堪，灵性也几乎消磨殆尽，但它本质的仙性居然还在。这居然是一块仙气的碎片！这块破铁片勉强还有点用。疯子，接着。好嘞，哥。我操！我靠！什么玩意儿这么沉？疯子，从今天起，你就抱着它睡觉、吃饭、上厕所，片刻都不能离身。哥，上厕所也要抱。疯子，从今天起，你就抱着它睡觉、吃饭、上厕所，片刻都不能离身。哥，上厕所也要抱，这玩意儿也太沉了吧！用你的灵力，慢慢去温养它。这东西能压制你体内的狂暴力量。什么时候你能让这块废铁重新焕发出一丝光芒，你的修为才算真正摸到了门槛。明白了，哥，我就是死也抱着它。第一批的垃圾看完了，我需要的第二批东西呢？名山大川的资料在这里，陈先生，请看。我们团队不眠不休，整合了《山海经》《搜神记》等所有上古籍，加上现代最高精度的地质勘探数据，足足筛选出了3678处疑似古代灵脉或洞天福地的坐标，全在这儿了。全在这儿了。不行，全都不行。什么不行？您才看了一眼啊！一堆死地罢了。这些所谓的灵脉，9成9早已经彻底枯死，剩下的1成，也就是在苟延残喘，灵气浓度比这大厅里高不了多少，根本不足以支撑开宗立派的修炼。在苍玄界，灵脉就是一个门派的根基，没有灵脉，我拿什么重建昆仑仙族？陈先生，难道就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们无法培养出自己的修炼者，等幽魂魔宗一旦降临，我们整个地球将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啊！您是知道的，如果我们无法培养出自己的修炼者，等幽魂魔宗一旦降临，我们整个地球将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啊！哼，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如果说这个灵气枯竭的世界上，还有一处地方能保留着一丝远古的仙脉之气，那就只可能是在这里。世界污点，昆仑山。陈先生，那里确实是整个星球地质活动最激烈、最神秘的禁区。我们的高科技探测器一进入昆仑某些深处区域，就会瞬间失灵，变成废铁。那就去昆仑。龙组长，立刻给我安排一架最快的隐形飞机，我们现在就出发。现在？龙组长，
立刻给我安排一架最快的隐形飞机，我们现在就出发。现在？可是陈先生，昆仑山脉气候极度恶劣，地形复杂，到处都是致命的无人区，我们连装备都没准备，贸然进去恐怕……这些不是你需要操心的问题，你只需要把我送到地方，剩下的我来平趟。是，我立刻去安排最高级别航线。罗刹，你的意思是，你不仅任务失败了，连本座赐你的罗刹鬼谷宫也毁了，甚至连那个世界的道标都跟丢了。宗主，属下无能，但那个世界有古怪啊！那里明明是灵气枯竭的末法之地，却隐藏着一个足以弑神的绝世大阵，而且那个操控阵法的神秘强者，他简直是个怪物，他只用了一招。够了，废物。不需要解释，废物不需要解释。天煞孤体，这可是万劫难求的完美炉鼎。不管那个世界有什么古怪，不管那个一招击败罗刹的强者是谁，当我道者死！传我法令，立刻开启万界血祭大战，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定位那个世界的坐标。本座要亲临。本座要亲临。荒谬！这可是军方最新一代的暗物质能级探测仪，怎么可能扫出来你们的各项指标跟大街上的普通大叔一模一样？教授，省点电吧，用凡人的尺子是量不出9天之上的苍穹的。好了，李教授，别白费力气了。这2位的存在，早就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科学体系。抓紧时间，在抵达前，我必须向你们通报龙渊基地掌握的最高机密——山海档案。我必须向你们通报龙渊基地掌握的最高机密——山海档案。昆仑山脉核心区存在一个极其庞大的能量场，最可怕的是，这个能量场似乎有活的意识。它会主动屏蔽甚至绞杀所有试图深入的探测设备。军方曾派过3支最顶尖的特战加科窑混合编队进去。第1支队伍刚踏入边缘，全员陷入恐怖幻觉，互相残杀，全军覆没。第2支队伍遭遇了根本不合气象学规律的百年暴风雪，被迫折返。至于第3支队伍，他们携带了最强的装备，也是最深入的一支，但他们传还回的最后一条信息只有5个字。哪5个字？我们看到了天门。我们看到了天门。发完这条信息后，整支队伍彻底人间蒸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天门。看来这被称作万山之祖的昆仑，果然隐藏着通天的大秘密。地球的灵气虽然稀薄的可怜，但经过我的指点，它总算勉强跨入了隐气入口的门槛。地球的灵气虽然稀薄的可怜，但经过我的指点，它总算勉强跨入了隐气入口的门槛。陈先生，我们马上降落。报告组长，雪狼突击队奉命集结完毕，随时准备护送各位进入核心区。陈先生，这是高远少校，他们是常年驻守高原的山地王牌，
对这里的地形和极端气候了如指掌，有他们护送，安全系数会大很多。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死亡禁区。安全。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死亡禁区。带一群凡人去闯上古仙阵，那不叫找帮手，那叫带人去送死。让他们留在基地吧。这位陈先生，你是在侮辱我们雪狼突击队吗？我们执行过上百次 SSS 级高原任务，哪怕是刀山火海，也从未……这不是商量，这是通知。高原，执行命令，所有人原地待命。是。你还有李教授也留在这里。什么？我也留下？这绝对不行！昆仑核心区可能存在颠覆现代物理学的伟大发现，这么好的实地研究机会，我必须去。李教授，你跟过去能干嘛？给昆仑山的千年冻土层增加一点有机肥力药吗？相信我，你好好活着，对国家更有用。相信我，你好好活着，对国家更有用。陈先生、林先生，万事小心！大家的未来就拜托你们了。往左边开，直接翻过前面那座山脊。好嘞，坐稳了。林峰，感觉到了吗？林峰，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老大，这里的灵气太纯粹了，虽然稀薄，但质量高的离谱。老大，在这里修炼一天，绝对顶得上我们在外面苦熬1个月啊！看来我们来对地方了。昆仑山果然还保留着一丝远古仙脉的余味。灵草发光，妖兽开智，这些都是灵气复苏的最初征兆。再过个几十年，这片死地就会变成震惊天下的洞天福地。别管他们，继续向西，去3支探险队失联的核心区域。就是这里了。老大，这里有什么不对劲吗？太安静了，连一丝风都没有。哼，因为这里藏着一个阵法。阵法？你肉眼看到的这座山谷根本不是它真实的模样，普通人哪怕只踏进去半步，就会立刻迷失心神，陷入万劫不复的幻境。那3支全副武装的顶级探险队，恐怕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里面。顶级幻阵。那3支全副武装的顶级探险队，恐怕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了里面。顶级幻阵，那我们怎么进去？这种与天地为为一体的天然大阵，就算是化神期的绝顶老怪来了，硬闯也得被活活剥掉一层皮。那怎么办？任何阵法，无论多么精妙绝伦，都必然会留下一线生机。只要找到它，就能破局。神识开！神识画出，剥茧抽丝。这阵法果然霸道，连天地法则都被扭曲了。神识开！神识画出，剥茧抽丝。这阵法果然霸道，连天地法则都被扭曲了。但只要是阵，就必有破绽。
老大，这鬼地方的磁场在疯狂飙升，我的脑子快炸了！我们还要等多久？找到了，就是现在！破！就是现在！破！老大，我这不是被冻出幻觉了吧？这里是仙境吗？天哪，在这里修炼，速度绝对是外面的100倍。不是仙境，是洞天，简直不可思议！地球的仙脉分明早就枯死了，昆仑殿心竟然还藏着这么完整庞大的洞天福地，这简直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极品道场。发财了，疯子！我们这次彻底发财了！有了这个地方，重塑我们前世苍玄界的巅峰修为，简直易如反掌。老大，你快看那边，有建筑！走，过去看看。那不是神话传说里元始天尊的道场吗？地球远古的神话，竟然不是传说，而是真的。地球的过去，到底隐藏着多恐怖的秘密？来都来了，就算是真仙的道场，我也要闯一闯。来都来了，就算是真仙的道场，我也要闯一闯。擅闯天门者死！区区凡骨也敢染指神明之地，跪下！这什么鬼地方？刚踏上第一步，我的骨头都要被压碎了。区区重力禁制而已。苍玄界那些不入流的宗门，最喜欢搞这种把戏来考验外门弟子。但想压我，他还不配。但想压我，他还不配。大哥，你等等我！这造型，拿着宝剑，拖着宝塔，这不是神话里4大天王的增长天王和多闻天王吗？我们这是闯进天庭了。看来，我们掀开了一个了不得的远古秘密。这不是神话里4大天王的增长天王和多闻天王吗？我们这是闯进天庭了。看来，我们掀开了一个了不得的远古秘密。凌霄宝殿，都死宫，这些传说中的地方，居然全都是真的。可是，怎么会连一个人都没有？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不知道，但毫无疑问，这里的主人已经消失无尽岁月了。走，去主殿。
直觉告诉我，藏着玉虚宫乃至整个地球远古修仙文明消失的终极秘密。空白，没有字，也没有图。直觉告诉我，藏着玉虚宫乃至整个地球远古修仙文明消失的终极秘密。空白，没有字，也没有图。这是古代的地球炼炼的修行世界。空玉宫不是不胜晚天尊的道路，而是所有的顶清聚集一个圣地，是最坏魔的防线刚线。外地妖魔家！我们灵魂祈祷，抽取地灵脉，起阴阵。他们燃烧灵魂和整个地气灵脉，发动了万古封印。献祭吾等，换人族数十万年太平，但这封印终有破阵之日，后世子孙谨记。当天地灵气再次复苏之日，便是封印破裂，陈烨，群魔重现之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当天地灵气再次复苏之日，便是封印破裂，陈烨，群魔重现之时。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他们会比当年更强。疯子，我们一直以来都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什么错了？你到底在里面看到了什么？地球的末法时代根本不是自然的潮起潮落，而是人为的封印。地球的末法时代根本不是自然的潮起潮落，而是人为的封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家园，而是一个关押着亿万天魔的超级囚笼。说什么？灵气复苏不是机遇，那是末日浩劫降临的倒计时。和即将破封的域外天魔比起来，我们一直死磕的幽魂魔宗简直就是个笑话。我们惹上了一个比天还大的麻烦。我们惹上了一个比天还大的麻烦，自己看。不好！玉虚宫存在的唯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真相。使命结束，这个洞天福地要自毁了！快走！不好！玉虚宫存在的唯一使命就是传递这个真相。使命结束，这个洞天福地要自毁了！快走！没路了！退回去必死无疑，只能硬生生撕开这片空间冲出去。疯子，用你那块破铁片护住心神！进了！9层金刚护体神盾，给我开！冲！退回去必死无疑，
只能硬生生撕开这片空间冲出去。疯子，用你那块破铁片护住心神！进了！九层金刚护体神盾，给我开！冲！当思念飞过夜空，这让我无限停留。你的心里沉默，转时光，吞噬在人海中，不敢跌进强行穿越崩溃的小世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还是太勉强了。体内经脉简直像被千万根针扎一样痛，但这伤痛远不及那个真相带来的绝望。但这伤痛远不及那个真相带来的绝望。既然浩劫无法避免，与其造就几个虚无缥缈的救世者，不如让这世上的百亿凡躯皆握屠神之力，对抗域外天魔，唯有举全球之兵。龙族长，在。我要你以国家最高名义，立刻切断全球所有卫星信号，开启强制全球直播。强制全球直播？现在？陈先生，一旦把真相公开，现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会瞬间崩塌的。陈先生，一旦把真相公开，现有的社会秩序、法律规则会瞬间崩塌的，世界会陷入史无前例的大乱。秩序？天魔一旦降临，连地球都会变成屠宰场，你还在乎什么狗屁秩序？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全人类在未知的恐惧中被动等死，不如主动打碎旧世界的枷锁，在废墟里拔剑，把真相告诉所有人，把这个当做华夏送给世界的飞升大礼包，告诉全人类，一个全新的时代降临了。是，我立刻去安排，拼了！我立刻去安排，拼了！全世界的公民们，你们好，我是华夏最高战略委员会负责人。接下来的10分钟，请停下你们手中的一切，因为我要宣布的事情将决定在座每一个人的生死，以及人类文明的存亡。我知道你们最近都看到了那些颠覆三观的怪事，巨数食人，死者复生，海妖现世，你们恐慌迷茫，夜不能寐。今天华夏不再沉默，我来告诉你们真相。今天华夏不再沉默，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真相就是灵气正在复苏，神话正在归来，地球不过是一个即将被打破的远古囚笼。华夏人疯了吗？这是什么新型的网络黑客恶作剧？外星人入侵剧本？危机已至咽喉，逃避只有死路一条。但我人类绝不引进旧路。从今天起，华夏正式成立全民修行管理总署。从今天起，华夏正式成立全民修行管理总署。对抗天魔，我们需要力量，需要这颗星球上80亿人类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决定将这份代表着华夏无上底蕴的古老传承无偿赠予全人类。
这是希望的火种，去净化，去掠夺天地间的灵气。为了你们的父母妻儿，为了我们共同的蓝星，拿起这把剑。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我地球文明必将延续，永不屈服，永不屈服。永不屈服！这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国家正式承认修仙了！家人们，全民修仙时代，这也太疯狂了！气感，我刚才试着公告里的图解练了一下。好像真的感觉到了一股气流在丹田，天啊，我是天才！骗人的吧？哼，这肯定是史上最大的愚人节玩笑。老头子，我活了60多年，大白天的还能飞升咋的？管他真假，先练了再说。万一错过这波风口，那不是亏大了？管他真假，先练了再说。万一错过这波风口，那不是亏大了？将军宁有盟，疑，镇江倾泻，恐惧，各种情绪在全球70亿人的心中疯狂交织，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场大混乱。卖掉市中心的5套大平层，全部低价抛晒，给我换成现金！我要去买下神农架的头牌山头，寻求清净无为，快！从今天起，这条街就是我们青龙帮的内门地盘，谁敢在这儿练功，先交保护费。妄想，希望的种子已经强行播下，它能否在疯狂与混乱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谁也不知道。妄想，希望的种子已经强行播下，它能否在疯狂与混乱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谁也不知道。外面已经彻底乱套了，各地都在抢占所谓的洞天福地，这跟我们推演的最坏情况一模一样。破而后立，不经历混乱，怎么迎来新巨人？龙傲天那边怎么样了？龙驹已经顺利抵达京城，他现在正亲自主持全民修行管理总署。不过各方势力暗流涌动，这绝对是个烫手的老大难烂摊子。他压得住。科研部呢？李教授疯了。一拿到最新的灵气样本，他就带着他那批顶尖团队死死锁在地下实验室里，完全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研究状态。李教授疯了。一拿到最新的灵气样本，他就带着他那批顶尖团队死死锁在地下实验室里，完全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研究状态，连送饭的人都被骂出来了。他们试图用科学的枷锁去解析虚无缥缈的灵气，去量化修炼那玄之又玄的过程，整个世界都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飙速度发生颠覆性的巨变。老大，外面已经乱套了，全球陷入恐慌，我们主动推波助澜，提前揭开这一切，这么做真的对吗？没有对错，只有生死存亡的选择。这么做真的对吗？没有对错，只有生死存亡的选择。我们选择的是最艰难、会流最多血的，但也是人类唯一有希望活下去的一条路。疯子，收起你的悲天悯人，属于我们的真正战斗才刚刚开始。现在的局面还不算最糟的，幽魂魔宗那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的开胃菜。等空间封印彻底破碎，天魔大军降临，那才是真正灭族的大考。等空间封印彻底破碎，天魔大军降临，那才是真正灭族的大考。从今天起，这座玉虚宫就是我们昆仑仙宗的天下第一山门。
我们要在这里用铁血手腕，培养出地球第一批真正的修士军队。而你，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掌控你体内那股狂暴的力量，你将成为我手中斩向那漫天神魔最锋利的一把剑。你将成为我手中斩向那漫天神魔最锋利的一把剑。来吧，我和我的世界等着你们。天空之上，风起云涌，一个全新的、属于地球的修仙时代正式开始了。